最近呢，很多钓友问我，就是钓这个黑碗该用什么东西去钓它。实际上，我们得了解黑碗吃哪些东西。黑碗呢，在南方就叫黑碗，有的叫北方呢，有叫青鱼、螺丝青，有叫乌青，也叫黑混，就是各种叫法。就是我们知道它是什么鱼就行了，就是大大的黑黑的那个，就是邓刚老师钓起来100多家的那种的。那么像一般的像黑坑里面的主流呢，还是以颗粒跟这个螺丝为主。那这个螺丝呢，它又分很多种，像有脆螺、石螺、黄金螺福寿螺、田螺，像这些螺丝，就是说我们常见的。但是钓黑碗来讲，它螺丝还是首选是脆螺，其次是黄金螺，再其次下去，我们可能会用到石螺跟福寿螺。很多人会不理解为什么福寿螺可以钓这个黑碗。实际上，福寿螺的话，它的一个壳呢，它也是很软的，而且我们是实践过的，就是鱼口还不错。那么像石螺呢，像跟田螺，它就有点不是特别合适，就是特别硬了。但是对于大个体的黑碗来讲，这些都是小事，因为黑碗它有牙齿的，也就是我们把它牙齿取出来以后的，俗称青鱼石，它那个硬度也是很高的。像这个螺丝就跟我们嚼蚕豆一样，嘎嘣脆的。那么像颗粒类的呢，很多人他也会去问选哪个品牌好，要选什么样味型的颗粒去钓。实际上无非颗粒就是几种味型奶味的、果味的，然后一些薯味的，就是复合香味的，都是属于这种味型。像黑坑呢，它就很简单，一般的像现在的一些黑坑，它都会有一些专门团队去供糖的，有的是推饵料的，有些是卖杆子的，就是他们用的一些经常会在这个坑钓。那么他们用的这些颗粒呢，他们用什么，你跟着他用什么就行了，因为他们一群人把这个塘里面的鱼有的都喂偏口了，他偏口以后他就认那个颗粒，所以在选择上面呢，我们大可不必去纠结，跟着钓得多的人去用就 OK 了。那么像除了这些正常的颗粒然后这些螺，它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可以钓。像我们自然水域当中的一些局限就没有那么多，黑坑它会限制饵料，但是自然水域它就不一样了。自然水域的话，像我们经常钓的有玉米、蚕豆、花生、红薯，还有一些谷物类的，它都可以去钓这个黑碗。那么像谷物类型的呢，大多数是在自然水域，它使用的一个效果会特别好。那么像这些颗粒呢，它也可以拿去自然水域里面去钓。因为颗粒它始终它是有一些雾化的，它的雾化效果会比谷物类的或者螺丝它雾化效果会比较好，所以人家钓的时候呢，有的会掺一些颗粒进去，或者说掺一些螺进去一起打窝，目的呢就是螺去留窝，颗粒的话就作为一个雾化去气味，它味型很重的去诱鱼。那么除了这些东西呢，我们还有一些最原生态的一些饵料，比如说像瓜苗、青草、水果类的，它都可以去钓黑碗。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像一些大蚯蚓就我们俗称的地龙，就那种特别大的那种蚯蚓，它黑碗也很喜欢吃。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蚂蟥，可能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就是蚂蟥去，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学名叫做水蛭。实际上黑碗呢，它也是很喜欢吃这个东西的。我们之前呢在湖库里面，我们就拿蚂蟥去钓过这个黑碗。像除了这些蚂蟥蚯蚓还有一些虫子之类的，反正它是属于杂食性的，什么东西它都吃。但是你也不是说随便什么东西你都随便挂上去钓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最常见的在黑坑当中去做钓，还有在自然水域当中去做钓的一些饵料。还有另外一种呢，它也不是螺，也不是虫类的，也不是谷物类的。就是一些橡胶，就是我们武汉我们湖北地区的比较流行的猪钓法。像这种的呢，它在放新鱼的时候，像猪呢，它很多时候就是在新鱼还没有完全适应环境的时候，在淡水它可能看到这悬浮的一些东西，然后导致它们直接一口就吃掉了。实际上它们是下意识的去吃这种东西，它们并不喜欢吃这个。而钓老鱼以后会发现呢，大多数用猪的钓法呢，它是以卯鱼为主，它不是说以打正口为主。就是
用猪猪呢，还是要根据鱼情来决定的，看一下是新鱼还是老鱼。所以我呢，个人还是喜欢比较打正口的，所以我用猪猪就相对来讲会少一些。所以，当你想要选择用什么饵料去做钓，你一定要了解它饵料的一个习性。你了解了它的一个习性，你才能去钓得好，你才知道你使用饵料的一个方向。像我们钓颗粒，正常的别人去捕窝的一个形式，我们可以自己去看撒点颗粒岸边，你自己去观察这个颗粒多久雾化，然后你好去观察你窝子里面的一个状态。那本身呢，这期视频呢，我们是星星跟韦总啊，跟华哥还有跟聪哥在掐鱼的一个片段。但是由于我们的一个大数据啊，我们一个机械硬盘5T 的机械硬盘就直接损坏掉了，等于说里面我们今年1年所储存的数据全部没了。就用这一期的一个干货来做一个干货分享，来做一个替代。还有我们钓黑碗来讲啊，最常见的几种钓法呢，在有跑铅、有无铅、有双铅，有直接就是传统钓去钓这个黑碗。而我们现在的一些主流钓黑碗的主流还是以无铅跟跑铅为主，特别是黑坑来讲，它因为跑铅跟无铅呢，它可以打得更远，也是很有效的去针对黑坑的一些滑口鱼啊，警惕性特别高的，吃了掉头就跑的。还有呢，就是它这种呢，就是1寸长1寸强。可能很多人呢都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会中一条鱼，人跑到那个堤坝上面去遛，鱼还在水里面。这不是线超长，而是比如说线总长它19米，那么我们会用到6.3米的一个竿，带一个12米的线，就是短竿长线。第一个呢没那么容易炸竿，第二个在控鱼的时候啊，相对来讲鱼没那么容易切线，就是一个命中率的一个问题吧，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玩黑坑的一些选手啊，跟一些大师，还有一些鱼情的不断的一个总结摸索出来的一些钓法。可能很多野钓的一些钓友呢会很不理解啊，你这样子的话怎么甩得出去呢？那么所以说钓鱼人很聪明的，他有打窝勺啊，他有抛竿器，就是各种方式应对短竿长线去给它甩出去。因为线过长了之后甩大边，它肯定是甩不出去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钓法。在野钓呢，我是喜欢台钓的一个形式，就是悬坠的形式去钓。可能呢也有的时候为了抗走水，我们会选择双铅悬坠去钓。有时候鱼情好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去选择正常的台钓去钓。可能就是线组上面会有所不同，饵料上面会有所不同。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窝方面，你可能会很多人会不理解别人会说看到拿这么大盘子的饵料去钓，可能就是说把鱼喂饱了。其实你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黑碗它吃食的习性。像你窝底里面有这一把颗粒，黑碗就2口，像吸尘器一样2口给你，它那活性高的时候2口就给你吸完了。所以你不需要去担心这些东西打多了它吃不吃得饱，你只要担心你窝子里面有没有进鱼。它只要进鱼了，你打了一个窝子，它都能够去给你吃完，也很容易去找到你的一个目标饵料啊。那么希望这一期的视频呢，能够对一些喜欢钓鱼的钓友有所帮助。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机械硬盘呢能够修好，我们还是会把这些视频呢去给它做一个结尾，就是给它在制作成成品之后再播放出来。